Hello，各位朋友们好，我是牙不起，谢谢你点开我的视频。那一提到吃虫呢，可能大家会联想到的是在荒野求生节目里贝爷直接生吃昆虫，或者呢是一些美食博主会去到某些地区去品尝当地的传统昆虫料理。但在几十年以后，吃虫或许不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虫肉会和鸡肉、猪肉、牛肉、羊肉一样走进我们的日常，成为我们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今天的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有些小伙伴可能和我一样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我们人类目前的膳食结构呢，明明就挺好的，怎么还会去吃虫呢？这就是所谓的裤裆里撒盐，咸的蛋疼吗？那其实还真不是因为太咸啊。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这张图啊。目前呢，全球的人口大约有80亿，预计到了2050年将增加到100亿。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呢，到了2050年的时候，我们人类所需要的蛋白质将是2005年时的2.1倍。但按照目前全球蛋白质的供给量来看，每年的增长率就只有1%左右。所以在2025年到2030年的这个区间，蛋白质的需求量将会超过供给量，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而且蛋白质不足的这个缺口呢，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这预测也被称作是 Protein crisis 蛋白质危机。那为了补上这个缺口呢，早在201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就发表过一篇名为《食用昆虫、食品和饲料安全的未来前景》这样的一份报告，呼吁我们人类可以通过吃虫来应对未来的粮食危机。随后呢，嗅觉敏锐的各路资本也闻风而动。在2019年的时候，食用昆虫的市场规模还只有70亿日元，预计到2025年时，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日元。在2020年时，无印良品还推出了以蟋蟀为原料制成的鲜贝和巧克力。最近呢，日本最大的电信公司 NTT 也正式宣布要加入到这一条赛道中，与养殖蟋蟀的创业公司合作呢，计划将智能化的养殖技术用在蟋蟀身上，以实现蟋蟀大规模的高效的养殖。另外，在上个月的15号呢，在东京的上野 Ameyoko 一家名为大西串烤帅的昆虫料理专门店呢，也正式开始开门营业。那你说虫类为什么就这么的倒霉呢？偏偏被我们人类给看上了。虫肉和我们现在主流饮食文化中的鸡肉、猪肉、牛肉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可食用部分。那很多食物都有可以吃的部分和不可以吃的部分。比如说鸡，去掉骨头和羽毛等不能吃的地方，可食用的部分大约为55%。然后猪呢也差不多，也是55%。牛的话呢，可食用的部分其实只有40%左右，而蟋蟀可食用的部分能达到80%。那如果是蚕的幼虫的话，就全部都可以吃，可食用的部分为100%。蛋白质含量。那如果让各位来按蛋白质含量的高低给鸡、猪、牛、蟋蟀排个序的话，大家会怎么排呢？ OK， 那我们按4、3、2、1的顺序来公布答案啊。第4名，牛，每100克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为21克。第3名，猪，每100克猪肉的蛋白质含量为22克。第2名，鸡，每100克鸡肉的蛋白质含量为23克。那第1名就是本期的主角蟋蟀了，每100克的蛋白质含量为60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那每生产1公斤的蛋白质呢，蟋蟀所需要的饲料、水以及排出的温室气体呢，都要比鸡、猪、牛要少。另外，养殖蟋蟀也不需要什么草原、牧场，只需要一个简易的小盒子。所以说，如果爱上了一只蟋蟀呢，家里就算没有草原，那也是没有关系的。爱上野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蟋蟀从幼虫长到成虫呢，大约5周就可以出货了，而且它还是杂食性的，
所以顺带的还帮我们人类解决了一部分粮食浪费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蟋蟀不娇贵，好养活。既然昆虫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我们还吃什么神户牛肉呢？赶紧来串扇叶炸蟋蟀，补充一下蛋白质。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其实食用昆虫想要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或者说还是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过敏的问题，有些人呢吃螃蟹或者虾等甲壳类会过敏，那吃虫的话呢，也有可能会引起过敏的反应。另外，或许我们偶尔吃一次虫，而且每次吃的量也不多的话，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长期的而且大量的吃虫，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目前都是尚不明确的。还有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会下意识的把虫与恶心、肮脏、呕吐等事物联系在一起。可能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就从来没有想过虫是可以吃的。所以如果要将昆虫作为商业化的食物，我觉得比起将整只虫做成零食来出售，或者直接把虫加入到各种料理当中，让我们从观念上去接受吃虫这个事情，推广起来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在打开市场的初期阶段，还是得把昆虫磨成粉末，然后我们再给这种用虫磨成的粉末取个好名字，比如高营养蛋白粉之类的，将它作为食品加工的原材料来出售。这样的话可能更容易把市场打开吧。比起被主流的饮食文化所接受呢，把虫整合成我们现有食物的一部分，比如在本期视频的前半部分提到的无印良品推出的以蟋蟀粉末为原材料做成的蟋蟀巧克力、蟋蟀鲜贝，我觉得就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无印良品推出的蟋蟀巧克力了。因为是期间限定的商品，所以为了买到它呢，也费了不少的功夫。那看上去的话呢，这和一般的巧克力棒也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看配料表的话，根本不会将它和蟋蟀联系到一起。说实话，口感呢也和普通的巧克力棒没什么区别。当然，也有可能是巧克力味太重了，然后就把别的味道都给盖掉了。对于我这种吃虫的新人来说，把昆虫加工到这种完全看不出是虫的程度，真的是太友好了。如果让我直接吃虫的话，我应该是下不去嘴的。那如果第一次尝试吃虫就敢吃整虫，比如炸蟋蟀或者炸蚕蛹什么的，那我只能说您是真的猛士。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那试吃这种事情呢，只有我个人的感受的话，可信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待会儿我想让我老婆也来试吃一下，让她也和大家说说她的感受。老婆，干嘛？你看看这个好不好吃？这是什么啊？这巧克力棒啊，有没有虫啊？那个蟋蟀做的那个巧克力。那所以说食用昆虫想要走进我们的日常呢，确实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各位朋友们认为，在未来昆虫会成为我们的食物来源之一吗？欢迎留下你的看法与观点。OK，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我是生活在日本的社畜牙不齐，我们下期再见。